俄乌战争一波三折，在伊朗与俄罗斯关系尚不清楚时，白俄罗斯难道也要掺和进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从10月份俄罗斯军队进入白俄之后，东欧国家，尤其是乌克兰，就陷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因为白俄的态度很重要，他手里掌握着一股可以随时介入俄乌冲突的力量。有消息称，尽管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直宣称他们在一起参训的军队只有不到1万人，但包括美媒在内的多方预测俄军实际部署数量远高于这个数字。甚至有军方人士警告称，俄白联军混合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让白俄军队适应俄罗斯的装备和作战模式，为共同攻击乌克兰做准备。因此，泽连斯基政府目前已经加强了基辅沿线的防御，大量前线部队撤回防守。当然，这一消息还有待验证。而就在本月上旬，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访问明斯克，和卢卡申科进行了一番秘密会谈。在会谈后，白俄总统对外放话称，来自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教官正在训练两国的士兵，双方正为了成为一支部队而做准备。一支部队，这就很让人不多想啊。但是白俄方面坚定认为，他们需要做到击退任何侵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想要战争。所以卢卡申科似乎是拒绝了绍伊古要求联合参战的打算，只不过外界对此仍然不信任，认为这很可能只是白俄的烟幕弹而已。就在局势扑朔迷离之际，12月13日，情况又有了新的异动。据紧盯白俄军队的乌克兰通讯社报道，白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对军队启动战备状态突击检查。这道命令是由卢卡申科直接下达，安全委员会国务秘书处进行的，也就意味着军队收到了最高指示。除了例行检查外，白俄方面还进行一系列紧急调遣，包括计划转移军事装备和人员，在特定道路对民众实行交通管制，在涅曼河上架起桥梁，部署工程设备和推进部队等。只不过据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白俄军队向边境推动的迹象。可能正如一些白俄国内的消息人士所猜测的那样，白俄政府进行突击战备检查和调兵行动，只是为了检验战时军队的应变能力，不存在所谓的为战事做准备。而且白俄也多次重申，所有行动只为了维护国内和平，没有人想要战争，同时也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妄图对他们采取行动。火力军是相信大家都是爱好和平的，只不过白俄之前开门接纳俄罗斯军队进入，火力军就有点想不明白，可能真是为了演习吧。根据白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官方提供的数据，此次进入战备状态的13个，包括独立机动旅、独立机械化旅、战役战术导弹旅、炮兵旅等在内各型战斗旅，已经全部进入预定攻击位置。其配备的600多辆全履带主战坦克、上千辆各型装甲战车、500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或火箭炮，也按照实战要求在白俄罗斯南部边境地带严阵以待。此外，白俄罗斯空军下辖的120架包括苏24、苏25、苏27、苏30、米格29以及武装直升机等在内的各种作战飞机，也做好了轰炸的所有战争准备。那么，白俄罗斯所在的位置有多重要呢？2月末，俄罗斯军队兵出北东南3路突袭乌克兰，最前线打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如果不是泽连斯基的坚守，乌克兰的命运肯定是悲哀的。但俄罗斯军队也仅限于此了，因为这是俄罗斯军队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最后一次攻势，也是从此刻开始，俄罗斯军队就一直在撤退，撤出基辅，撤出伊久姆，一直在撤退。我们也是看着态势在一点一点的变化。俄罗斯的撤退有许多原因，比如俄罗斯没有进行总动员，使前线没有足够的兵力；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不够，乌克兰获得盟友的物资运输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火力军觉得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态度变化。
之前，俄罗斯之所以敢于发动对基辅的突袭，就是因为白俄罗斯站在了俄罗斯的一方，地位类似车臣部队。大家可以想想，俄罗斯军队特别行动以来最成功的基辅攻势，是从白俄罗斯境内南下入侵乌克兰，攻击基辅的。而基辅攻势最后俄罗斯军队的后撤，也是由于从白俄罗斯到基辅的补给出了问题导致的。可以说，白俄罗斯的影响直接决定了俄罗斯军队基辅攻势的开始与最后的失败。另外，当俄罗斯与乌克兰军队在东线的哈尔科夫以及南线的克里米亚纠缠的时候，白俄罗斯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首先，开始白俄罗斯似乎是支持普京的，但是白俄罗斯的军队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战场上。其次，当北线俄罗斯军队撤出基辅后，不管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默契的没有明显提到白俄罗斯，甚至舆论都在把白俄罗斯边缘化。只不过后来卢卡申科对俄罗斯的行动持不乐观态度，而且就在此时，俄罗斯军队被爆出基层士兵在乌克兰的一些贪腐暴行，从而在舆论上让乌克兰获得完胜，这会不会太巧了？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北线威胁很模糊，乌克兰195攻势的成功，明面上是因为投入预备军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后撤，但如果北线的威胁明显的话，乌克兰是没有预备军到195去的。这样看，白俄罗斯在195攻势里显然占了很重要的成分。如今，白俄罗斯依然伫立在乌克兰北方，旁观而又细节地参与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并且还处于满血状态，随时都可以南下直接介入战争，从而影响着俄乌战争的结局。这样看，白俄罗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可以说它是俄罗斯与北约组织之间仅有的一块缓冲地。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白俄罗斯的存在，美军以及北约部队的那些重型武器装备早就开到俄罗斯家门口了。假如白俄罗斯倒向美国阵营，美国力主实施的北约东扩、四面合围俄罗斯的战略计划早就完成了。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大家听个乐就好了。当然，若是未来白俄倒向俄罗斯，组成联军对乌克兰发起攻击，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这样做，白俄至少要面临2大难题。其一是，自从俄军进入白俄罗斯后，北约国家的军用卫星和民用卫星很可能已经对乌白边境进行了24小时监控。高精度卫星监视的情况下，部队转移很难不被发现。其二是为了防止白俄的突击，泽连斯基在7月之前就下令炸毁了边界附近的桥梁、补给站等各种措施，还埋设了大量地雷和修筑防线。这意味着初期的进攻面临很大麻烦，除非他们有能力实现不间断的空中支援。可见白俄所处的位置以及拥有的力量，对俄乌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白俄罗斯军事力量如何？若是参战，我们心里也好有个底才好。白俄罗斯曾经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苏联解体后是独联体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与俄罗斯在军事方面的一体化程度比较深，它作为一个内陆国，其军队总兵力 6.6 万人，分为陆军和空防军2个军种，没有海军，总体以苏联时代的武器装备为主，并不算先进。据统计，白俄罗斯陆军总人数为 4.35 万人，主战坦克1700多辆，其中 T72 主战坦克1500多辆， T80 主战坦克95辆，步兵战车1500多辆，装甲输送车1200多辆，各型火炮1465门，其中自行火炮572门，火箭炮334门， AT5、AT6、AT7 反坦克导弹发射架480具，短程导弹战术发射架96部，其中飞毛腿弹道导弹60部， SA8、11、12、13防空导弹共350部。空军的总规模为 2.25 万人，其中防空部队1万人，固定翼作战飞机230多架，运输机27架，直升机200多架，其中米格29 50架，苏27 23架，苏30 12架，总计85架战斗机，而运输机仅有2架伊尔76，直升机中也是只有60架米24武装直升机，并且没有装备预警机。虽然白俄的陆军和空军平平无奇，但其防空部队的装备水平还是很高的。其主要装备有通古斯卡、道尔 M2、山毛榉、S300 和 S400 等远中近程防空导弹，防空火力强大，能够形成多层次的防空网。
通古斯卡自行防空系统由图拉仪器技术设计局60年代末开始研制，1988年开始在苏军服役，是一种新概念的防空系统，其火力覆盖了整个中低空域，是世界上第一种正式装备的弹炮一体化防空武器系统。通古斯卡采用履带式底盘，在炮塔两侧各装有2门30毫米机关炮，机关炮下方各装有一部4连装导弹发射装置，共装8枚萨姆19防空导弹。在炮塔后部安装了一部最大搜索距离18千米的搜索雷达，炮塔前部装有一部最大跟踪距离13千米的跟踪雷达，可行进中射击。而道尔防空导弹系统是俄罗斯金刚石安泰设计局研制的全天候中低空防空导弹，其基本型安装在 GM5955履带式战车底盘上，称为 9K330 道尔 M 防空导弹系统。要是安装在乌拉尔5323轮式卡车底盘上，就是道尔 M1T 防空导弹系统。道尔防空导弹的海军用版本是著名的 9M3302 匕首，一般都装备在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和无畏级驱逐舰等舰艇上。别小看道尔，它可是世界上第一种将拦截中低空巡航导弹纳入设计思想中的防空导弹，可对中低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甚至短程弹道导弹进行全天候拦截。目前最先进的型号是道尔 M2 型，从2015年开始服役，并在叙利亚开始战斗值班。到2020年6月，道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共击落敌方45架无人机。同样，由金刚石安泰设计局设计的山毛榉导弹是一种中低空、中近程机动式防空武器系统，主要承担野战防空任务，是俄罗斯第3代防空导弹系统。山毛榉防空系统使用带单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的 9M38M1、9M39M1 导弹，采用半主动单脉冲雷达制导，弹长 5.56 米，弹重690千克，弹径400毫米，翼展860毫米，战斗部重70千克，采用高能破片杀伤，杀伤距离17米，最大速度3马赫，最大过载20克，有效射程3到32千米。当然，说白俄防空力量强，自然是少不了 S300 和 S400 这2款防空导弹系统的。S300 属于俄罗斯第3代地空导弹系统，目前已发展出多种改进型号，如 S300 PMU1， 它使用最大射程为150公里的 48N6 翼型导弹，长 7.5 米，弹径 0.51 米，翼展1米，总重 1.8 吨，弹头重145公斤，飞行速度能达到6马赫。另外，它还使用 64N6 翼型3坐标全自动中高空搜索雷达，可搜索300公里距离的中高空目标，同时又因配备了 40V6 型塔式低空搜索雷达，对低空目标的搜索能力最低，迎击高度能低至10米。总的来说， S300 PMU1 可同时制导12枚导弹拦截6个目标，在低空、超低空性能良好，具备战术弹道导弹拦截能力。而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就更不用说了，它是俄罗斯第4代地对空导弹系统，是 S300 防空导弹 PMU3 型的全新升级版本，可用于从超低空到高空、近距离到超远程的全空域对抗密集多目标空袭，并且 S400 还特别针对第5代战斗机和复杂的干扰与对抗环境进行了特别优化，具备反战术和中程弹道导弹的能力，可对付侦察机、战略战术飞机、战术导弹、中程弹道导弹、超音速目标、巡逻机等各种目标。其最大特点是可以发射低空、中空、高空、近程、中程、远程的各类导弹，这些性能迥异的导弹互相弥补，能构成多层次的防空屏障。最后，白俄罗斯最重的是继承了前苏的军用重卡技术，这项技术是唯一可以与美国比肩的能力。依靠这项技术，白俄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获得较高生活水准，其财政状况还胜过不少较弱的欧洲国家，并且白俄罗斯还据此研制出了新型波罗乃兹300毫米多管火箭炮系统。据介绍，这种火箭炮口径300毫米，射程50到290公里，命中偏差不大于30米，与俄制龙卷风300毫米多管火箭炮一起，组成白俄罗斯陆军远程打击力量核心。这是一股多么庞大的力量！还是那句话，白俄对俄乌双方都是重要的力量，是左右俄乌战争局势走向的关键。今后会如何，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好了，不知道大家对白俄此番的异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意见，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